今天我要谈一个现代人最不想承认但最容易发生的悲剧。你爸妈信神，你信 WiFi。 我们这一代有一个超神奇的技能，小时候在教会长大，诗歌比99乘法还熟，但长大之后，圣经变成一个不会打开的 App， 只剩耶稣是密码安全问题的答案。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人是谁？耶稣。今天我们来看诗篇78篇1到8节，这一段经文基本上就是信仰教育急诊室的开场白。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第一节，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？是不是像你爸妈站在客厅准备开家庭会议时那种语气？孩子们坐下，我们来谈谈你们最近的信仰状况。但这里是上帝透过诗人亚萨说话，他不是在唠叨，他是在发出一个超级重要的提醒。我要说的不只是今天的你，还关系到明天的他，还有你未来还没有生出来的曾孙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第2节，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悬念吗？这根本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圣经版。意思是，我要讲一些你以为你知道，但其实你早忘了的事。那些老故事不是老掉牙，而是你不听，后果很大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，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3到4节，这段话其实可以翻译成：孩子啊，爷爷打过仗，奶奶走过荒年，你爸差点车祸被神救回来，你怎么能装作这些事没发生？怎么能不告诉你的孩子，这些是神亲手做的？现代人很多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只剩下3样东西： 1. 上好学校， 2. 学好英文， 3. 赚好薪水。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还有一样最重要要交代清楚，神做过什么。你会问，讲这些过去的事干嘛？都过去了耶。5到6节给我们的答案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重点是传下去。这就像你不只是会使用 WiFi， 还懂得把密码传给下一个人。你不能说我自己有感动，我自己被医治，我自己经历恩典就够了。No, no, no， 神的计划从来不是让祝福断在你这里，他要让信仰变成一条不断传递的恩典接力棒。这段经文的最后2节来了个转折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他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神心不诚实。7到8节，这句话翻得很委婉，其实意思就是
你们可千万别像你爷爷那样，明明看过神分红海，还能抱怨没肉吃。神早上给你面包，晚上送鹌鹑，你还怪天气太热。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把神的作为记住讲出来，你很可能会重蹈覆辙。不要让信仰变成家族相簿里的泛黄的照片，要让它成为孩子睡前最想听的冒险故事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的信仰像 USB， 只存自己用，那它会永远躺在抽屉里。但如果你愿意成为那个转接器，你就会看到下一代的心因你的故事被点燃。别再说你没故事，因为你有一位创造故事的神。把信仰讲下去。